1861年的华盛顿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和恐慌的味道。一个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滑向分裂的深渊。联邦的星条旗在南方的叛乱中黯然失色，而首都本身也仿佛一座被绝望包围的孤岛。就是在这样一座风雨飘摇的微城里，迎来了一位新总统，他叫亚伯拉罕·林肯。在当时东海岸那些自诩精英的政客眼中，林肯的到来几乎像一个来自乡下的笑话。他身材瘦长，举止笨拙，衣着永远像是借来的，脸上布满深刻的皱纹，仿佛刻着伊利诺伊州草原的风霜。他说话带着浓重的乡土口音，还总爱在最严肃的场合讲一些不合时宜的笑话。这样一个人要如何驾驭一艘即将在风暴中沉没的国家巨轮？没有人相信他，尤其是他自己精心挑选的内阁成员，一群由他昔日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组成的政敌团队。这些人个个声名显赫，野心勃勃，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任命，不是因为忠诚，而是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个来自西部的土包子不过是个傀儡，一个过渡时期的摆设，而他们自己才是未来真正的掌权者。其中最傲慢也最具实力的是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威廉·苏厄德。苏厄德仪表堂堂，才华横溢，本以为总统宝座非他莫属。选举的意外落败让他对林肯充满了轻蔑。在出任国务卿后，他立刻给了林肯一个下马威。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，名为《给总统的一些思考》，通篇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导师口吻，指点林肯该如何处理内政外交，最后甚至毫不掩饰地提议，总统应该把一切权力交给他这位总理，自己则退居幕后。这几乎是一封逼宫信。消息传开，整个华盛顿都在等着看林肯的笑话。人们想象着这位老实的乡下律师会如何惊慌失措，或许会愤怒地将苏厄德解职，引发内阁的剧烈动荡，或许会懦弱地接受，从此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。然而林肯的反应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他没有暴怒，也没有退缩，他只是在那个夜晚独自一人点着蜡烛，用他那惯有的慢条斯理的笔触给苏厄德回了一封信。信中他首先用极其谦和的语言感谢了苏厄德的建议，然后话锋一转，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语气写道：但是如果必须有人来做这件事，那么我就是来做这件事的人。一句话，温和却又重如泰山。他没有与苏厄德争辩谁更高明，也没有指责他的越界与傲慢，他只是平静地、绝对地将治理国家的责任，像一件沉重的大衣，牢牢地穿回了自己身上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林肯并没有将这封信公之于众，甚至没有将苏厄德的逼宫信泄露出去。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，悄无声息地化解了一场足以颠覆驾驶舱的内部风暴，然后将一切痕迹都抹去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第二天，他依然用那略带笨拙的微笑和亲切的态度对待苏厄德，继续与他商讨国事。这一记看似轻飘飘的棉花掌，却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。苏厄德这位政坛老手在读完回信的那一刻，瞬间明白了自己与眼前这个乡下人的差距。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深不可测的政治气度与人格力量。他收起了所有的傲慢与野心，从那一刻起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林肯最忠诚、最得力的臂膀，直至林肯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林肯用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一种被世人严重低估的智慧，一种高段位的钝感力。这种钝感不是迟钝，不是懦弱，更不是没有脾气，它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在喧嚣与冒犯面前保持内心宁静的定力，是一种格局，一种懂得忽略细枝末节，直奔核心目标的远见，更是一种力量，
一种将所有冲击与伤害都转化为滋养自己、等待时机的能量的强大能力。真正的高手从不靠锋芒毕露来证明自己，他们更像一片深海，表面波澜不惊，内在却蕴藏着足以吞噬一切的风暴。他们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一个最佳的出手点，然后一击即中。在今天这个快到令人窒息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秒回信息，及时反应，快速迭代。慢似乎成了一种原罪，一种无能的标签。我们崇拜那些言辞犀利、反应迅速、气场强大的人，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沉默、温和，甚至看起来有些迟钝的人。你或许也曾这样，在会议室里你滔滔不绝，而他只是低头记录，偶尔抬头，目光平静。你把最棘手、最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推给他，他憨憨一笑，点头应承。你甚至在背后开他玩笑，说他老实、好拿捏，他也从不辩解。你以为你掌控了一切，以为他真的毫无察觉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在你每一次洋洋得意的表演时，他那看似平静的眼眸深处，正像一台超高精度的雷达，扫描并分析着你的一切，你的动机，你的软肋，你的格局，以及你的底牌。他不说，不代表他不懂；他退让，不代表他认输。他的慢，恰恰是思维缜密的保护色。心理学巨匠丹尼尔·卡尼曼在《思考快与慢》中揭示，人类的思维分为两种系统：系统一，快思考，依赖直觉，情绪化，不费力；系统二，慢思考，则需要专注、逻辑、深思熟虑。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把所有赞美都给了快思考，却忘了慢思考才是拉开人与人之间认知差距的关键。那些看起来慢半拍的人，往往是顶级的慢思考者。他们拒绝被外界的节奏带着跑，拒绝用直觉和情绪做判断。你抛出一个问题，他们的大脑后台已经开始高速运转，评估风险，预判多种可能，权衡利弊，寻找最优解。他们嘴上说着我再想想，心里其实已经沙盘推演了无数遍。股神沃伦·巴菲特就是将慢思考发挥到极致的典范。当整个华尔街都陷入互联网泡沫的狂热时，无数聪明人一夜暴富，媒体嘲笑他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。巴菲特却像个固执的老农，稳坐远离纽约的奥马哈，雷打不动地抱着他的可口可乐和吉列刀片。他只是笑呵呵地说：“我看不懂。”这句看不懂是何等的清醒与克制。他不是真的看不懂那些商业计划书，而是他的慢思考系统告诉他，这些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商业模式违背了他最底层的价值投资逻辑。他宁可错过100次暴富的机会，也绝不参与一场自己没有绝对胜算的赌局。结果呢？当泡沫破灭，无数明星基金经理和亿万富翁从神坛跌落，巴菲特的公司却毫发无损，并用低廉的价格从容地收购了那些被恐慌抛售的优质资产。他的慢最终为他赢得了整个战场。现实中，这种慢的智慧无处不在。他可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，面对家属的催促和焦躁，依然不紧不慢地分析完所有检查报告，才给出一个最稳妥的治疗方案。也可能是一位顶级的程序员，面对产品经理今天就要的无理要求，他会平静地告诉你：“我需要评估一下。”然后用半天时间构建出一个看似慢却毫无漏洞，能够支撑未来10年业务发展的稳固架构。他们的慢不是效率低下，而是对专业、对结果、对长远价值的极致负责。这种深思熟虑带来的确定性，是任何小聪明式的快都无法比拟的。而比慢思考更高阶的是情绪上的钝感力。你仔细观察会发现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：情绪极其稳定。他们不是没有情绪，
而是早已戒掉了情绪内耗这种低级的人生模式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一生，就是对这种情绪钝感力的最好诠释。他27岁创立京瓷，面对的是一个无资金、无技术、无信誉的三无局面。公司刚起步，就遭遇了来自老牌巨头的恶意打压和技术封锁。有一次，为了一个关键订单，稻盛和夫带领团队研发出一种领先世界的新材料，结果竞争对手立刻通过商业间谍窃取了配方，并利用其规模优势，以低于京瓷成本价的价格向客户报价，意图将京瓷扼杀在摇篮里。消息传来，整个公司人心惶惶，年轻的工程师们气得捶胸顿足，嚷着要去讨个说法。而稻盛和夫呢，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，3天3夜没合眼。所有人以为他是在为被窃取的技术而痛苦，但他出来后脸上却毫无颓色，反而召集大家开会，平静地宣布，我们的技术已经被对手免费帮我们推广到了全世界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学会我们第1代技术的时候，立刻推出我们的第2代、第3代产品。在那一刻，他没有把任何精力浪费在愤怒、沮丧和抱怨上。他强大的钝感力像一块海绵，瞬间吸收了所有的负面情绪，并将其转化成了驱动创新的燃料。他知道，跟流氓在泥潭里打滚只会弄脏自己，唯一的出路是向上走，去更高维度的地方。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京瓷凭借着这种打不死的精神和持续的创新能力，成为了世界顶级的精密陶瓷巨头。稻盛和夫晚年更是在78岁高龄，以零薪水出山，仅用1年时间，就将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日本航空公司，从一个负债2万亿日元的烂摊子，变成了盈利1800亿日元的世界级企业，创造了商业史上的奇迹。支撑他创造这一切奇迹的，正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强大心理。这种心理就是面对羞辱、误解、攻击时，内心深处那份雷打不动的平静。别人朝你扔泥巴，你可以选择接住，然后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泥人。你也可以选择侧身躲过，继续走自己干净的路。那些看似没脾气的老实人，往往是最高明的躲泥巴大师。你当众让他难堪，他淡淡一笑，心里想的是，哦，原来你是个这样的人。他不是怕你，他只是觉得为你的低级趣味动怒，是对自己能量的巨大浪费。你抢了他的功劳，他默不作声，心里想的是，没关系，能力在我身上，谁也抢不走。他不是怂，他只是懒得和你计较那些虚名。他们早已在心里为你贴上了一个不值得的标签。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长本事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上。当你在为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沾沾自喜或暴跳如雷时，他们正在不动声色地为自己修建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。等到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撼动它时，你才会明白，他当初的每一次不计较，都是对你最彻底的蔑视。当然，最高段位的钝感力还体现在一种以退为进的社交智慧上。他们看起来与世无争，甚至主动让渡利益，让你觉得他们好说话，没心眼。但这种退，往往是一种战略性的诱敌深入。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将以退为进运用到极致的宗师。他早年刚入京为官时，也是个锋芒毕露的愤青，言辞犀利，得理不饶人，结果被同僚们集体孤立，处处碰壁，差点连官都做不下去。经历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后，他开始修捉成之道。他收敛起所有的聪明和锋芒，待人接物，处处显出几分笨拙和诚恳。他给京官们送礼，送的都是自己家乡的土特产，价值不高，但情真意切。他与人交往，从不夸夸其谈，
总是耐心倾听，显得木讷而谦卑。渐渐的，所有人都觉得曾国藩这个人没什么才华，但人还不错，对他放下了戒心。而曾国藩就在这种人畜无害的伪装下，默默地观察着、学习着、经营着自己的人脉网络。他把所有人的关系、性格、背景都摸得一清二楚，却从不轻易表露。后来，当他奉旨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，这种早年以退为进积累下的隐形资源，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。他需要钱，昔日那些看不起他的富商豪绅，因为觉得他老实可靠，愿意慷慨解囊；他需要人，那些觉得他诚恳不耍滑头的各路英才，愿意投奔他的麾下。他的退为他赢得了最宝贵的信任，他的拙为他赢得了最广阔的空间。当他功成名就，权倾朝野，成为晚清第一名臣时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这个看起来最笨拙的人，其实拥有着最高明的生存智慧。这种智慧在现代职场和商业博弈中同样适用。我曾亲眼见过一位创业公司的 CEO 在与一位极其傲慢的投资人谈判时的情景。那位投资人全程都在打压他，从商业模式到团队配置，批得一无是处，最后给出了一个侮辱性的低估值。整个过程中，那位 CEO 始终面带微笑，不急不躁，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听着，时不时还点点头，附和道：“您说的对，我们确实有很多不足。”他的合伙人都快急疯了，在桌子底下不停地踢他。等到投资人终于说累了，喝了口水，准备结束这场训话时，这位 CEO 才缓缓开口。他没有反驳任何一句批评，反而先感谢了对方的宝贵意见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说：“既然您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多问题，几乎一文不值，那您肯定也没什么兴趣投了。不过，我们刚刚接触的另一家机构，他们虽然也指出了我们的问题，但他们更看重我们未来的潜力，愿意用3倍的估值来支持我们试错。我们本来还想优先跟您合作，现在看来，或许我们不该浪费您宝贵的时间了。”说完，他站起身，依然微笑着，准备离场。那一刻，攻守之势瞬间逆转，原本高高在上的投资人脸色立刻变了。这位 CEO 的退让他完全掌握了对手的底牌和心态，他的憨让对手放下了所有防备，暴露了真实的意图。而他最后的进则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，稳、准、狠，直击要害。所以永远不要低估那个对你笑脸迎人、处处退让的人。他不是软，他是在蓄力；他不是怂，他是在等你自暴其短。当他们沉默、退让、微笑时，他们的内心可能正在进行着最冷静的算计。而当他们决定不再忍耐时，那雷霆一击，你将毫无招架之力。我认识一位在设计院工作多年的前辈，叫老王。他在院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技术过硬，但性格内向，从不与人争抢。年轻人有难题请教他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。领导安排了额外的活儿，他也总是默默接下，加班加点完成。后来院里空降来一位副总，野心勃勃，急于做出成绩。他看中了老王手头一个跟了很久的重要项目，便开始处心积虑地摘桃子。他先是在各种会议上不断暗示这个项目的主要贡献者是他自己，然后又利用职权把老王调去负责一些琐碎的杂事，让他远离项目核心。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为老王抱不平。有人劝老王去找大领导反映情况，有人劝他干脆撂挑子不干了。但老王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只是平静地接受了所有安排，每天依然是第一个来，最后一个走，把那些杂事也处理得井井有条。那位副总看他如此上道，愈发得意，行事也愈发张扬。就在项目最终评审会的前一天，
那位副总还在意气风发地向大老板汇报自己的功绩。然而，在第二天的正式评审会上，当副总用着老王的图纸和方案，磕磕巴巴地讲解时，评委会的一位外部专家突然提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技术细节问题。副总当场卡壳，满头大汗，支吾了半天也答不上来。就在场面尴尬到极点时，一直坐在角落里的老王缓缓地站了起来。他没有指责，也没有抱怨，只是平静地走到台前，拿起话筒说：“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补充几点。”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他从项目的初始构想，到每一个技术难点的攻克过程，再到方案的每一次迭代与优化，娓娓道来，清晰透彻，逻辑严密。他还展示了几个副总从未见过的作为备用方案的深度设计细节，每一个都堪称神来之笔。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明白了谁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灵魂。大老板的脸色从惊讶到赞许，最后变成了对那位副总的极度冰冷。评审会后，副总被调离了核心岗位，而老王被破格提拔为总工程师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老王在那段赋闲的时间里根本没有闲着，他将整个项目的所有资料、邮件、会议纪要、设计草稿都分门别类地整理归档，并且预判了所有可能被问到的技术难题，私下里做了无数遍的推演和准备。他一直在等一个能让他一句话都不用说，只用实力和事实就能将对手彻底击溃的舞台。他赢了，赢得不动声色，却又荡气回肠。人这一生越往后走，越会发现，那些咋咋呼呼、叫嚣的最响的，往往外强中干，并不可怕；那些咄咄逼人、寸土不让的，格局有限，终会碰壁。真正让你感到敬畏，甚至不寒而栗的，恰恰是那些微笑着沉默、慢条斯理，好像什么都不计较的人。因为他们拥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：克制、耐心、善谋以及直抵本质的洞察力。他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口舌之争上，也从不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情绪。他们像前行的猎豹，收敛起所有的爪牙，用最温和的姿态，耐心等待着最佳的出击时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从不轻易原谅，不是因为记仇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每一次信任都极其珍贵，一旦被你辜负，就再也没有第二次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下次当你看到一个人表面老实，话不多，总是退让时，请收起你的优越感和轻视，多一份尊重，多一份警醒。因为你眼前的可能不是一只任人揉捏的绵羊，而是一头正在闭目养神的雄狮。他不是不想反击，他只是不屑在你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的力气。愿你我都能识人有慧眼，处事有分寸，更能在纷扰的世事中修炼出那份静水流深的定力与从容。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